空氣不再只是讓人感到溫熱，它變得沉重、稠密，且具有強烈的壓迫感。室外的溫度計正達到一個無聲的里程碑。想象在炎熱的夏日裡，穿着一件又厚又重冬天的羽絨大衣在戶外奔跑，空氣會變得粘稠、沉重且難以呼吸。一旦室溫超過30度，我們體內的一個秘密規則就會啟動，你的大腦開始瘋狂排汗，只為了保持冷卻。數據證明，溫度每升高1度，每小時的產能就會崩塌超過$1.30分。這代表大腦完全停止專注於工作，這變成一場為了生存而戰的危險掙扎，讓每小時的工作變得更慢，更令人精疲力盡。這種隱形的退化，同時在數百萬名勞工身上複利累積，它正悄悄侵蝕我們全球工業引擎的結構基礎。你無法及時看到這種損失的發生，但在人類機器完全崩潰之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早已感受到了這股熱浪。當生物門檻每天都被突破時，人類勞工與現代宏觀經濟系統便展開了一場無聲的衝突。企業面臨着營業利潤率的下降，然而他們的直接反應很少是加強防護，而是優化勞動力成本結構。這意味着個體員工要私下承擔極端天氣帶來的身體代價，用他們的長期健康為系統性失敗買單。在熾熱的太陽下，中暑和虛脫的醫療賬單與逾期的家庭開銷一起堆積如山。由於實際工資未能因應這種新的環境開銷而調整，一種深刻的財務虛無主義籠罩着這一代工作者。他們困在一個無情的循環中，在日益惡劣的條件下更努力工作，卻只能將收入花在基本的生物生存維持。但這種經濟榨取並不會在工作場所的大門口停止，它會直接跟隨你進入你家這個閉港，走進室內。財務流血進一步加速，這是微型附加費的時代，一項掏空錢包的安靜通膨。每個月的水電費賬單演變成一項沉重的稅收，僅僅是為了換取呼吸冷氣的權利。由於維持物品冰冷需要耗費巨大能量，所有的東西的價格都在飆升。新鮮副食在到達超市之前迅速腐敗，或許外送網絡提高配送費用。每一次購買雜貨或外送訂單中都帶有隱藏的氣候溢價，無形中抽走了你血汗所存的積蓄。個體勞工將財務主權輸給了一個無聲的環境吸收循環，不斷支出現金，只為了維持底線的現代舒適。但是當志在保護我們免受這股熱浪侵害的大型工業系統開始在自身重量下崩潰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當我們在乾淨能源中尋找救贖時，一個殘酷的工程悖論正於耀眼的烈日下展開。我們建造了大量的太陽能電板，以為更多的陽光會自動帶來無窮無盡的綠色電力。但太陽能基礎設施有一個脆弱的弱點：光伏電池是針對溫和溫度進行優化的，而不是氣候緊急情況下的負荷。一旦環境溫度攀升超過攝氏25度，矽半導體的內部物理特性就會開始迅速失效，發電效率則下降多達0.4%。正當全球降溫需求達到頂峰之際，那些旨在將我們從化石燃料中拯救出來的面板，卻恰恰在退化。這種結構性效率逆轉，創造了一個看不見的供應赤字，使城市在電力消耗高峰期顯得極度脆弱。該赤字將壓力轉移到物理輸電網絡上，鋼鐵電網在極端的環境壓力下窒息，高溫導致金屬膨脹，巨大的高架線路失去了結構張力，電纜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樣危險的低垂，變拆器面臨前所未有的內部熱量累積，冷卻油在密封容器內沸騰，變電所安全繼列器自動觸發，斷路器跳閘以防止徹底的物理破壞，局部停電在社區中連鎖蔓延。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配電故障，它是材料疲勞切斷了全球能源物流運輸的生命動脈。物理環境正拒絕我們為了主宰它而建造的建築，電線正在我們腳下融化。當物理電纜失效時，經濟價格機制會在幾分鐘內發生劇烈且不對稱的轉變。在崩塌電網的陰影下，一場複雜且極具掠奪性的資本套利遊戲在緊閉的會議室門後展開。集中化的私營能源供應商並非帶着恐慌看待局部供應失敗，而是帶着對市場主導地位的冷酷計算。隨着電網安全邊界降至接近零，即時電力現貨價格因不對稱溢價飆升數千倍。在缺乏監管的高峰需求定價模型下，機構資本僕從不顧一切維持基礎設施運行的脆弱地方政府中榨取巨大的財富。公眾承擔着這種能源短缺的沉重財政負擔，而私營基礎設施壟斷企業卻鞏固了創紀錄的季度收入。這種套利循環確保了極端酷熱的經濟成本被系統性的從企業資產表中轉移到個人身上。然而，隨着電網變成一個投機賭場，孕育全球工業的重型製造鏈條面臨了更加致命的凍結。重工業從不因標準的冬季風暴而停工，但當冷卻水本身開始沸騰時，它就撞上了一堵絕對的物理牆。巨大的汽車和機械工廠每天依賴數百萬加侖的外界河水，以防止重型自動化沖壓線在持續的摩擦下融化。當天然水道的溫度超過關鍵的環境安全基線時，嚴格的國際法規會迫使整個工業園區立即痛苦的停工。當地河流溫度微小的2度變化，就能在幾分鐘內完全癱瘓一條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半導體製造線。隨着複雜的機器完全凍結，被困在外勢壓抑的環境強光下，企業的營業利潤率化為污垢，內部冷卻回路在極端的被壓下失效，導致關鍵液體外溢，並摧毀了自動化裝配網中的精密電子元件。既產出直接模型化了全球絕對製造業產出 2.7% 的結構性降級。在黑暗的工廠門之外，全球商業的複利路徑在劇烈的熱負荷下開始解體。瀝青公路吸收了巨大的太陽輻射，軟化成一種眼戰性粘稠的茶油，在重型貨物運輸車輛的重量下變形。由於重型鋼軌膨脹超出其工程公差，巨型貨運火車內網遭受嚴重的軌道扭曲，創造了災難性的出軌風險。航空貨運配送中心撞上了一堵無形的牆，因為過熱而空氣密度較低，大幅降低了飛機在中午高峰期的起飛升力。滿載的全球運輸機被迫傾倒關鍵貨物或推遲關鍵的起飛，直到大氣層在夜間終於冷卻下來。整個全球邏輯內網像橡皮筋一樣拉伸和變形，創造了同時波及多個大洲的系統性短缺。標準的供應鏈優化模型完全失效。當物理幾何形狀和雲徑限制阻止了基本營業元件的移動時，在保護我們全球食品和藥品供應的至關重要的冷鏈內網中，破壞在加速。制冷壓縮機以最大容量持續運行，消耗前所未有的電力負荷，系統性熱超了，引發及時的米泄節故障，導致數千個陸地配送單位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同時關閉。在全球黑暗未冷卻的運輸集裝箱中，數噸的關鍵藥品、疫苗和易服食品瞬間變質。這種突然的資源短缺推高了局部商品價格，迫使夜市馬場爭奪日益減少的未受影響的供應。現代地軸內網在最脆弱的節點破裂，將標準的庫存管理轉化成一場絕望的救援行動。但隨着實體貨物腐爛和網絡坍塌，金融掠奪者精英階層發現了一種全新的方法，能從不斷上升的拱柱中獲利。要理解現代系統如何在自身融化的基礎設施中幸存下來，我們必須從燃燒的街道抬頭望向高級金融的冰冷高塔。幾十年來，企業和地方政府依賴傳統的損害賠償保險，在災難性天氣事件後重建，但極端環境高溫是一種非線性異常，完全摧毀了幾世紀以來用於計算風險的精算模型。傳統保險單嚴格排除慢性的、廣泛的環境高溫破壞，
因為它缺乏單一的物理性雜碎或火災撞擊事件。這種結構性排除在全球工業部門創造了一個高達1500億美元的驚人保護黑洞，讓保險單化為一灘碎紙屑。地方政府必須在沒有任何補償的情況下承受整個災難性的財政拖累，僅僅為了修復變形的公共基礎設施資產，就耗盡了基準資本。然而，傳統保護框架完全消失的地方，華爾街的算法思維卻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套利機會。進入參數化保險的時代，這不是一份標準的保險單，這是一場高度複雜的數學賭博，就像一個巨大的自動販賣機金庫。忘記漫長官僚主義的損害所求，參數化承保不需要損失的物理證明即可執行資本流動，合同鎖定一個客觀的指數里程碑，獨立的視空衛星或區域天氣傳感器充當絕對的裁判。如果氣象站記錄到連續3天達到攝氏42度，智能合約授權會立即下達付款命令。華爾街量化基金成千上萬地購買這些合同，在整個地表的平確熱波動節點上賭博。在地方應急響應網絡還來不及部署水車之前，數百萬美元就已自動通過金庫執勤划轉。這是針對富人的純粹數學防護，它將環境緊急情況轉變為瞬間的現金流優化工具。但又是誰提供了支持這些高風險環境衍生品所需的數十億美元流動性資金池呢？真正的風險落在隱藏在與世隔絕的離岸避稅天堂深處的全球再保險財團身上，就像一個隱形的金錢抽水機。這些巨頭機構匯集了暖化城市的風險，然後咄咄逼人的保險評價價格武器化，以從脆弱地區榨取財富。未受保護的地區必須支付複利財政附加費，僅僅為了保留獲取基本基礎設施保護選項的權利。資本穩步向上流入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組合中，而實體城市卻在他們下面燃燒，無處補償。這種掠奪性的榨取循環保證了極端高溫對國家財政資產負債表起到了悄無聲息的退步性的消耗作用。全球的稅收瞬間乾涸，當工廠車間完全閒置，大型零售空間陷入黑暗時，實際的企業稅基以可怕的速度萎縮。來自國家風險模型的確鑿數據顯示，絕對國家財政收入基線下降了1.8%。緩解酷熱的管理成本耗盡了公司資源，縮減了關鍵部門應納稅的整體企業營業利潤率。政府無法從歷史最高位警告下炙烤的空置辦公套房或停擺的貨櫃碼頭中收取標準稅收。國家收入的流失以絕對的算術精確度發生，以不可控的速度直接映射着國家基礎設施預算。公共財政健康指標在眼前的強攻下悄然惡化，使標準的財政規劃對政策規劃者來說完全變得不可能。在國家收入流系統系統性乾涸的同時，國家的自動化應急義務支出卻呈指數級膨脹。由於脆弱的社區每天都在承受前所未有的熱壓力和嚴重的呼吸窘迫症候群，公共健康基礎設施坍塌，政府福利支出和醫療緊急補貼自動擴大，直接衝破了法律規定的財政赤字上限。地方政府與地方電力主管機關爭先恐後地將長期資本基礎設施資金轉移到短期應急延能、電網穩定運行中。這種對公共資本的立即錯配，剝奪了至關重要的長期發展內網，引發了嚴重的局部經濟停滯。國家資產負債表陷入了萬力夾中，僅僅為了最基本的生物生存維持，就消耗了前所未有的國家儲備。隨着公共支出，隨着飆升的能源價格一同攀升，結構性氣候驅動的滯脹幽靈成為不可否認的現實。中央銀行以完全的機構癱瘓的來看待這場不斷升級的危機，標準的貨幣政策工具完全失效。利率調整旨在管理需求衝擊，而不是物理供應鏈內網的物理與結構破壞。
提高利率，在對抗高溫驅動的能源和商品通膨，將摧毀脆弱的國內製造業利潤率中僅剩的部分。降低利率則企圖刺激增長，只會加速國家貨幣價值相對於實後資產與固定資產評價的毀滅性貶值。貨幣規劃者陷入了完全的僵局，眼睜睜地看着不對稱的區域氣候衝擊瞬間割裂了統一的經濟體系，單一的政策利率變得完全無用，也無法修復受損的皮膚基礎設施，也無法冷卻融化的應力與科技矩陣。這種完全的結構性政策失敗，在我們的城市內部割裂出了一條更深、更無情的社會斷層線。在大老闆的保險箱和國家的金庫外面，有一條好深、好危險的裂縫，直接在發燙的馬路街頭上把我們分成了兩半。歡迎來到冷氣階級制度，這是一個秘密的分界線，決定了誰有錢買冰涼的保護罩，而誰必須在外面曬太陽。這個不公平的規律是從全世界突然不見的6750億個小時開始算起的。當外面變成40度的大火爐時，蓋房子的叔叔、種田的伯伯，還有送貨的哥哥，他們的上班時間全部像水蒸氣一樣蒸發了。亮黃黃的白天對人類的身體變得像怪獸一樣可怕，逼得大家只能躲進黑黑的陰影裡，一動也不敢動，只為了不讓身體熱壞。這個巨大的時間大黑洞偷走了好幾十億人靠雙手流汗賺錢的機會。沒有人會為第不見的時間發玩具或補償貼貼，這讓好多家庭的存錢筒變得越來越扁。這種轉換也逼迫着普通家庭內部進行未受補償的家務勞動再分配，一項沉重的負擔悄悄砸向了低收入群體。當熱浪警報響起時，媽媽和阿嬷要在家庭裡多做好多的無償家務，全家人只能自己想辦法修理壞掉的設備，配水網絡壓力下降，老舊的風扇因為太熱而冒煙燒壞，家裡生病的老人和小寶寶需要隨時進行特別的醫療監測。這項負擔不對稱地落在了低工資工人身上，他們犧牲個人收入來管理塌陷的家庭維繫後，卻得不到任何補償。基本的冷卻資源變成了昂貴的高級商品，迫使家庭必須在繳交累進電費和雜貨營養之間做痛苦的選擇。每天都要面對這種像打仗一樣的熱浪圍攻，讓那些住在高密度、未隔熱的郊區住宅區裡的人心裡充滿了財務虛無主義。社會沿着一條原始的熱力學軸線斷裂，將那些能夠購買隔熱保護的人與那些直接吸收熱量的人分開。這條看不見的環境隔離線，最後變成了一堵真正蓋在我們城市裡的永久性、物理性的邊界。有錢的大老闆和金融精英們蓋了一座好大的綠色玻璃冰城堡，外面包裹着反射鏡子和厚厚的銀色盾牌。在這座亮波藍色的水晶大城堡內部，自動化多級2級空氣濾回路永遠保持最舒服的攝氏22度。不論外部異常如何，城堡內的企業堡壘和資產都被保護得很好，完全不會被外面燃燒世界中的結構性勞動退化而影響。可是，只要過了一條公路邊界線的另一邊，卻有幾百萬人被困在像烤箱一樣的破舊水泥屋，還會吸熱的鐵皮屋頂之下。這些乾乾巴巴的住宅迷宮，充當了字面意義上的熱線閘。白天把太陽光的熱通通吸進去，到了晚上還像黑夜不斷烤着所有人。資本主義的建築創造了一個鮮明的、永久的劃分：一邊是完美冷卻的精英，另一邊是遭受指考的勞工階級大眾。選擇忽視這項隱形的環境溢價，無異於是在拉長的時間軸上，親手對自己的資產進行一場慢性的複利自殺任務。一個完全沒有經過防護的普通存錢筒，在短短4年內，它確實值購買力就會被各種隱形的連帶超載費用
無情地蠶食掉5%到7%。真正的生存韌性需要主動地重新調配，具有前瞻性的實體積極，將資本重新分配到閉環流體冷卻系統，分布式太陽能陣列和隔熱模組化微電網中。他們建立了絕對的物流安全，通過鎖定自動化的參數化氣候衍生品作為盾牌，完全繞過了塌陷的國家配送網絡。對於個人而言，藍圖屬於嚴格的5分鐘壓力審計，您必須立即將您的可支配財富從易受氣候影響的工業軌道中隔離出來。大自然的宏大循環將繼續挑戰我們的人造世界，但那些掌握了隔熱數學規律的人將保持完全不受影響。구독 버튼을 눌러주세요.